很喜欢电影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里的台词。每逢你想要批评任何人的时候，你就记住，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，并不是个个都有过你拥有的那些优越条件。因为每个人的成长环境不一样，感受到的悲喜并不相同。你不懂我，我不怪你。就像有人说的，不要贸然评价我，你只是知道我的名字，可你不知道我的故事。你只是听闻过我的行为，却不知道我经历过什么。诚然，对待任何人事物，未了解其背后实情前不随意评价，就是一个人最好的修养。对看见的表象不随意评价好坏。俗话说，眼见未必为实，有时候肉眼所捕捉到的画面并非事物的全部真相，你看到的也许不过是浮在水面的冰山一角。记得看过一个火爆了朋友圈的泰国广告视频。视频的开端，经营市场的老板娘带着极其凶煞的面孔，来势汹汹前往收取小贩摊位租金。到卖肉的摊位前时，他极其凶横，一把夺过摔了卖肉小贩的秤。而这个仗势欺人的画面，刚好被在场的网友录制视频发到网上。不到3天时间，视频点击量便过100万，激起众怒。舆论几乎一边倒的都在责骂这位老板娘。很多看客义愤填膺，骂她死老板娘变态。还有网友呼吁别去这个市场买菜，让市场关门。甚至有人诅咒，这样的人怎么不死一死呀？然而事情的真相真的是你目前看到的这样吗？接下来还有令人想不到的是，老板娘要求市场干净整洁，是为了吸引顾客前来买菜，照顾商贩生意。看起来凶巴巴收租金的他，商贩多给的租金会立马退还。带走商贩是因为商贩病犯，带他去僻静的地方休息。搬走商贩的东西是帮商贩解决卖不出去的剩货。而引起众怒视频中摔了摊贩的秤，是因为卖肉商贩缺斤少两，欺诈顾客。视频到最后出现这样一句话：人的价值不能仅仅以你所看到的画面作为评断，打开你的头脑，用智慧看见没看见的事。像网上一句很有道理的话说，一个人最大的恶意就是把自己的理解强加于别人，把所有的结果理所当然用自己的过程来解释，并一直认为自己是正确的。而一个真正有素养的人，都应该做到，在未了解事物全部真相之前，绝不要妄自论断，学会闭嘴，有时候是最明智之举。有时不轻易去评价事情的好坏，也是一种修养。对听到的事情不加以评价和传播。曾经在网上看过这样一个故事，让我特别印象深刻。在学校里，很多人喜欢结成小团体，然而有一位女生很内向，常年独来独往，也不参与同学之间的活动。有一天，班里的另一位女生因恶作剧，开始跟身边的同学说，内向的女生有心理疾病，我们不要靠近她。小伙伴听后又告诉了其他比较好的同学，他们说，你看那个女生独来独往，据说呀精神有问题，有传染病，我们最好远离。不久后，传到了内向女生的耳朵里，版本竟变成是她有艾滋病，和她做朋友的人都会被传染。事情到最后，整个校园的人都知道了，
所有人见到他就像见到鬼一样，躲着避着。而在那个年代，所有人看待艾滋病就像看待瘟疫一样，他的家人也因此事被镇里人排斥和冷眼。没有人关心真相，大家像躲瘟疫一样躲着他们全家人，却又在背后疯传流言蜚语。最终他的家人不堪其扰，只能帮他换了学校，搬了家。多年后，当真相再次被传入众人之耳，所有人纷纷唏嘘。那些以耳听之事乱下论断传谣者更是羞愧难当。然而伤害已经造成，没有人能为过去的罪买单，而谣言之下的受害者每每回忆此事，都像一场噩梦，久久未散去。故事到最后，分享这个故事的人说，其实我就是当年受害者的亲人。这个故事不管真假，其实都在警醒我们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活法，内向也好，活泼也罢，有时候不了解实情，我们不应该以他人的性格、身边人嘴里吐出的只言片语来论断一个人。因为你不知道你说出去的话有多少掺杂着偏见，而这种偏见可能会被不断放大，最后变成尖锐的利刃，毁人于无形之中。而深到骨子里的修养，就是对于听到的事情不随意论断他人，静坐思己过，闲谈莫论人非。网上有句话说，有的人用几个月的时间学会说话，却用一生的时间都学不会闭嘴。群处时慎言，独处时守心。确实，说出去的话如同泼出去的水，逞一时之快容易，但往往覆水难收。谨言慎行有时候不仅体现的是一个人的大智慧，更体现了一个人修养的高低。钱钟书先生曾说过，那些在我们背后的窃窃私语，就像饭里的沙粒，或者生鱼片里没有剔干净的刺，给人一种不期待的痛。要知道，良言一句三冬暖，恶语伤人六月寒。然而善良的人看到的永远是善，美好的人看到的永远是美。凡事不以恶意去揣度他人，不以私利给他人造成困扰，也不诋毁他人。少点戾气，不随意评价他人，不做谣言的传播者，用心做事，学会闭嘴，是一个人深到骨子里的修养。最后，愿你友善对待这个世界，也被这世界善待。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，请点击订阅与分享，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